肖医生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怎么了？我家水管子爆了，我现在要去给维修工人开门，可是仙云这儿，你快去吧，我帮你看着。要是方便的话，你能帮我跟他聊聊吗？我劝劝他，快去吧，啊！谢谢。护士长看起来好像老了好几岁。这个点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吧。谢谢主任。刚才正好碰到唐话，说你急着要赶回去，所以我想我用车送你们能稍微快一些，早点回医院去照顾仙云。麻烦你了。什么话？别太累着自己。照顾患者是个长期的过程，自己要懂得调整自己。你想着你要是倒下了，仙云怎么办呢？我会注意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让食堂帮你和谢云开了个小灶啊，每天做好了之后，让程志给你们送过去。主任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说客套话了。急诊科还等着你回来工作呢，自己一定要保重啊。蒋老师，我是江护士长的同事，我叫肖燕。你们家水管破了，他回去处理一下，让我来照顾您。您现在很疼吧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死，劝我和疾病斗争，劝我坚强。没有人问我一句你疼不疼。人类是渺小的，尤其是在重大疾病带来的疼痛面前。我们不是您，无法感同身受您有多疼。但是大家都希望您能挺下去的心情，我相信您也是能理解的。所以，你也是来劝我不要放弃的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放弃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肖医生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懦夫？因为受不了病痛，一时想不开，想赶紧给自己个解脱呀？您能坚持这么长时间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您决定放弃抢救，并不是一时冲动。您一定想了很久了。你赞同我的做法？我认为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。我会试着把你的想法转达给其他人，但是在这之前，还希望您能再坚持一下，好好活着。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江护士长。哎，老白，主任让咱们过去开会，开什么会啊？好像是讨论护士长老公的事吧？他现在情况很稳定，讨论什么呀？去了不就知道了？主任，行，都到了哈，那咱们开个小会，想让大家谈一谈对江护士长的爱人蒋老师的看法。患者病情比较稳定，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患者的病情，而是患者提出来的要求。患者的要求，
啊？患者要求我们让他去死，我们就答应啊？患者要求的是不抢救，不是让他去死。这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行，这个会你们开，我走。白医生，我还没说我的观点呢。你是怕我说的对，你面对不了吧？行，你说。不管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，我们都应该尊重患者的意愿。患者现在是癌症晚期，身上有多处严重的内外伤，下肢瘫痪，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是我们常人想象不到的。不考虑患者的意愿，让他痛苦地活下去，这样太不人道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有患者跟我们说，疼死了不想活了，我们就放弃治疗，让他去死，是吧？尊重患者的意愿，并不是让患者自己去做选择，我们医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。昨天晚上，护士长家里出了点事，拜托我去照顾患者。我能感受到他做这样的决定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让他这样痛苦地活下去，对于他还有护士长来说，都是一种折磨。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他有多难受，但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，是对一个生命最大的尊重。他只是被病痛折磨得受不了，一时想不开。但我们作为医生，不能因为患者一时的软弱就放弃一条生命。白医生，选择死亡并不是代表软弱，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。一个即将面临死亡的患者，他有权利决定，是继续痛苦地活着，还是有尊严、有价值地死去。尊严、价值，在我看来啊，只有活着，才是最大的尊严和价值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当初为什么拼尽全力还要救方南啊？你也说过，医生是一群和死亡赛跑的人，有时候会赢，有时候会输，甚至有时候注定会失败，但我们还要拼尽全力，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这个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可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啊？站在起跑线上，就向死亡投降，认输，真是懦夫。我说的坚持到最后一刻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了。蒋先云是我的患者，一切治疗我说了算。白医生，小叶，刚才你们俩的争执哈，我非常的受触动。我相信大家都……主任，如果蒋先云是您的患者，您会怎么做？我的选择可能跟白初是一样的。你们呢？我应该跟白老师是一样的。我也跟他们一样。我也是。小燕，可能在你的观念里面，活着和生活是两个概念。可是，在咱们这儿有句老话，叫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这个两种选择没有对与错哈，可能是东西方秉承的治疗观念不一样。在中国传统的医疗观念当中，让患者活下来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一点，咱们也应该考虑病人，也包括家属的意愿，你说是吧？你从国外回来，也带给我们很多崭新的视角。这点，主任，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但我现在很失落，并不是因为大家接受不了我的观念，只是我想到蒋先云还要继续痛苦地活着，我就很难受。我去忙了。喂，
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别动！怎么了？他把自己身上管子都拔了。帮忙啊！恢复静脉通路，安定5毫克静吞。可能有气胸了，准备胸腔闭室引流，复查 B 超。好。白医生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，现在可能是血气胸，必须要马上胸腔闭室引流。仙云，你是干嘛呀？护士长，咱们先出来。进来。暂时没事了。仙云，护士长，我不是要批评你，但患者现在这个情况，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。是啊，是我大意了。不是我的错，刚刚护士长去交费让我帮忙照看着，结果我光顾着给隔壁的患者量体温，我就忘了。我不是要追究责任，万幸患者没什么事儿。但以后一定要寸步不离，不能再出问题了。我不会让他再有任何问题了。护士长，对不起，我没事的，这不怨你，去忙吧。我知道你很爱你先生，我也理解你们的感情，但咱们毕竟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，所以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，肖医生，我也知道你是把我当朋友，才想跟我说这些。是，我们应该比普通人更清楚，他们现在有多痛苦。可能到了最后，可我现在就是个普通的患者家属，我想让我老公活着。我没事。去忙吧。肖医生，你真的可以眼睁睁看着病人就那么放弃吗？对于很多患者来说，这也算是一种选择。之前我还以为我们是一类人。咱们之间有不同的医学理念，这很正常。没错，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理念不同很正常。但请你以后不要拿你的理念来要求我和我的病人。又跟萧燕杠上了。前段时间我看你俩越来越好，还想着你小子开窍了，没想到又变成这个样子啊！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其实没必要，说顶了天，也就是医学理念的不同而已。只是医学理念不同吗？啊？开会的时候你在吧？
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他要放弃一条生命。说实在，我认同你的选择，但萧燕所说的也不能算错。据我所知，在国外很多医生在遇到那样的情况，也会做出和萧燕一样的选择。所以在国外，下胃管的比例远远比我们低。我不管国外怎么样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反正在我这儿，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患者的。那你也没必要闹弄僵，是不是？你俩是咱们 EICU 的骨干，将相不和，多影响科里工作啊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陆妈了是吧？喂，喂，水温了，喝一口吧。那我给你揉揉肚子吧，啊。怎么样了？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再来找我。轩云，再喝点水吧。我听说，护士长老公的情绪很不好。无论护士长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回应。以前吧是痛苦，现在眼睛里全是怨恨。护士长现在可难受了。我都不知道白医生把他救回来是不是做对了。我虽然不喜欢白叔，但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没有错，总不能眼看人死吧？肖医生，之前你说的观点，我理智上可以理解，但在感情上太难了。救人也是我们医生的本能。而且他要是就这样没了，护士长得多难受啊！我以前跟护士长聊过这个问题，他说，在我们眼里，生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你们俩别研究了，吃口饭吧。后悔了？不救他，才会后悔。也许萧燕说的对，谁都无法感同身受他的痛苦。他这病，对他自己，对护士长，都是一种折磨。爸，我觉得还是得检查检查。你说好的就来了开点药，你这到这就变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爸，你看都到这儿了，你就听我的，咱们进去检查检查好不好？我又没病，我查什么呀我？
我也觉得您没病。你觉得我没病？你给我弄这样的检查，你钱多了烧的呀你！检查一下不就是为了心安吗？你想啊，检查结果一出来，一看您什么毛病没有，咱们不就放心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就这医院里头，没病给你查出点病来，查出病就变成大病了。行了，咱爸，你这叫讳疾忌医，你得相信医生，相信科学。相信谁哟？现在这医生全钻钱眼里去了，就。爸，你要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以后也不去工作了，我就天天跟着你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好好工作？你是我爸，我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。你又不愿意去做检查，那我就只能天天跟着你了。万一要真出现点什么意外，我好及时能在身边照顾你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妈在的时候就老说我拧，我看你比我还拧，你就是个拧种。啊，行行行，查。您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舒服，要不你问他了。对不起啊，医生，是这样的，我爸他最近几个月呢一直恶心，有的时候啊他还老吐。哦，有没有做过检查？之前在老家医院做过检查，说是有胃息肉，然后就做了息肉摘手术。可是手术之后呢，他还是恶心呕吐，而且现在越来越严重了。息肉摘除之后，应该不会引发恶心呕吐啊。是啊，所以我就想过来带他检查检查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们开几项检查，先看看情况。我就知道，又得花钱检查，又查来查去的吧，什么都查不出来，要花一笔钱。是这样的，这些检查呢都是必须的，我们只有通过检查结果，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医生，你别听我爸的，他呀就是怕花钱。你把检查给我们开着，我这就带他去做。好。我说了吧，我没病嘛。但是有几项指标还是有些问题啊，比如蛋白和血钠都比较低。对，之前我们在老家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也是这么说的。血钠低确实有可能引发恶心呕吐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有很多种可能，最常见的就是肝脏和肺部的问题。哎，大夫，我这肺和肝脏好着呢啊，我没毛病。爸，你先听医生把话说完。医生，你说我爸怎么了？先别担心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检查结果上看没发现任何异常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建议还是去拍一个胸腹部 CT， 毕竟 CT 清楚。我不照 CT， 这 CT 我不做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大夫，这 CT 有辐射对吧？那致癌。CT 有辐射是不假，但是我们检查的时间很短，辐射量非常的小。它再小，它也有辐射。本来我没病，这照来照去的，给我照出病来了，这算谁的呀？全世界的医院都把 CT 作为常规检查项目，它非常的安全，所以你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个。是啊，爸，你就听医生的，咱们做个 CT。哎，这不出结果了，没事儿吗？照什么 CT 呀？这样，我先给你们开。不，大夫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别耽误功夫了。你动员半天，你不是让我们多花钱吗？我不看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爸，你别走啊！哎，病历，对不住了，医生。快去追你爸爸，要是还不舒服，一定回来复查。好，谢谢。什么症状？怎么说都不肯做 CT， 一直恶心呕吐，蛋白和血钠比较低，其他检查也没什么发现。你还是不舒服啊？医生，我爸他还是一直恶心，现在一天得吐好几回呢。这样吧，上次的检查再做一遍。另外，我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胸腹部 CT。我不做 CT， 不做。爸，你别老爸的。你要想让我多活2年，你就别老逼着我做那 CT。不就是做个 CT 吗？怎么就死了活了的呢？爱谁谁，我不做 CT。学长，肖医生，我觉得这位先生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不如你先把其他的检查开了，让家属去交费。好，
那我先开其他检查。走吧，咱们去交费。让你爸爸在这儿等你回来呗。好，那谢谢你了，医生。爸，等我啊。徐医生，倒杯水呗。啊？这位医生啊，你是不是也劝我做 CT 去啊？我看得出来，哎，谢谢。您不是没有医疗常识的人啊。做 CT 对身体有没有危害，有多大的危害，您其实都清楚。您不做 CT， 您是有自己的原因吧？那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觉得您从各方面来看，都不应该瞒着我们医生。您想想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您一遍一遍的来医院，做着这些重复的检查，既花钱又浪费时间，没有意义。是啊，您这样我都不敢给你开药。医生啊，我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。您刚才说的有道理。我要是把这些告诉你们，你们能替我保密吗？这个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尊重您的意愿。我呀，肺癌晚期。所以是肺癌流体分泌的物质，引起了血钠和蛋白的下降。血钠低，所以恶心想吐。我知道，你只要一照这 CT 就能看出来。你女儿不知道啊？我没告诉她。这么严重的病，她早晚会知道的。能晚一天是一天吧。那你就更应该告诉她了呀。我不能告诉她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妈走得早。这孩子打小就懂事，特别的孝顺。我们是外地人，家里条件又不好，孩子大学一毕业就留在了上海工作，攒了这点钱不容易。看看，都快30了，忙得连个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你说他要知道我得了肺癌，他不得拼命的给我治啊？医生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个肺癌尤其是晚期，它治不好。到时候钱都花光了，我人也走了，我女儿怎么办呢？与其把这钱都花在这没希望的病上，倒不如让我女儿把钱攒下来，买个小房子，找个好人结婚，也算有个依靠吧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你这病得治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反正也治不好了，还花那钱干什么？那都是我女儿没日没夜干下来的辛苦钱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建议您去做一个 CT， 还有做一系列跟肺癌相关的检查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尊重您的意愿，这事我们不告诉你女儿。我们只是想再确诊一下，因为就算是肺癌，也有一定的误诊几率。是啊，再检查一遍吧，说不定就是误诊了。好吧。下午您自己过来一趟，我们给您安排一系列检查，都是针对确诊肺癌最有效的指标，花不了多少钱。那我听你们的，我再检查一次。交完费了，医生。爸，走吧，咱们赶紧去做检查。哎，记住了，别忘了医嘱。好。医生，谢谢你们。爸，医生刚才都跟您说什么了？嗨，还不是那些话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喝。你说这检查那儿的人啊，肯定特别多，赶紧走吧。哎，
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劝患者继续治疗。如果最后钱花了人没了，这样真的对吗？咱们作为医生呢，坚持一点就够了，尽全力抢救患者生命的同时，尽量尊重患者的意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先生的选择跟护士长丈夫的选择没什么区别。不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啊。你说说。这位老人家选择的是不做无用的治疗，而护士长老公选择的是不抢救。医生也许能接受一名毫无生存希望的患者不治疗，但很难眼睁睁看着病人死亡不抢救吧？从理智上来看，没什么区别。但麻烦就麻烦在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动物啊，占据上风的永远是情感和本能，医生也是人，也不能例外啊。但咱们毕竟经受过多年专业训练，还是要尽量保持让头脑理智。哎，咱们讨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位老人家有隐情的？人一般呢，在固执己见的背后，都有不可说的隐情。白竹就是典型例子。那你这么坚持自己的理念，是不是也有什么隐情啊？等下午那个老人家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下呗。好吧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两肺多发毛不亮结节，纵隔淋巴结也肿大，基本可以确诊是肺癌。对不起，你们当地医院诊断结果很准确。这就是命啊！不过大夫啊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我们帮您开点药吧。不用了，这你治不好，别乱花那钱了。给您开的都是便宜的药，虽然疗效一般，但能缓解疼痛。那就麻烦你们了啊，谢谢啊。有时候啊，这疼起来，要死的心都有啊。给我吧。走吧，我陪您交费拿药去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大夫，谢谢了啊。没有。这些药您按照说明书上吃就行，你有不舒服再回来找我。谢谢你，大夫。你们铜山医院的医生啊，都是好人。哎，你怎么自己跑到医院来了呀？你不是忙吗？我上午检查完了，有些不明白的，我来问问医生。医生不是说除了蛋白和血钠低就没有什么异常了吗？你还有哪儿不明白的？是这样，因为呢，造成蛋白和血钠低有很多的原因，老爷子不太清楚，所以想来找我咨询一下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，医生？有的人就是天生的蛋白和血钠低，您父亲应该就是这种情况，不碍事的。那我爸这他又开了什么药啊？主要是治疗恶心、呕吐，还有低血钠的药。爸，你以后要来医院，叫我跟你一块儿来。你说你现在走几步就喘，自己来多不安全啊！行了，闺女，我知道了啊。他的病情现在已经稳定了，但他还是不配合治疗，也不说话，这拿他没办法。
私人汽车，非请勿坐。我车拿去洗了，蹭个车。你不会打车呀？你家那么远，绕那么远的路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哎，有什么话就说。没什么话说，我有什么话说？是这样啊，我和肖医生接了一个患者，一位老人家，肺癌晚期，一直瞒着他女儿。他不想让他女儿知道花钱给他看病，他的病治不好，所以也不想拖累他女儿。我和肖医生觉得应该尊重老人家的意见，就没有把病情告诉他女儿。我觉得肖医生有句话说得对。我们都是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医生，应该努力保持理智，不能让本能和情感占据头脑。你现在是彻底叛变投敌了，是吧？我是怕你痛苦。护士长的老公日夜哀嚎，痛不欲生，谁看了都会觉得难受。护士长就更别提了。但在我看来，最痛苦的应该是你。你救他，就是想让他避免死亡的痛苦，可现在结果却是让他陷入更大的痛苦，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也是你不能接受的。你没做错，但却让你的患者更痛苦、更绝望。所以我觉得你的心里应该比谁都难受。我没错，所以我不会难受。直面自己的痛苦，并不会显得你软弱，但是会让有些人有机可乘啊。那被迫还妄想狂啊你！哼。护士长，哎，新宇睡了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真想这么一直睡下去。这样的，我给乡下的亲戚送了一些自己家种的苦瓜过来，绿色无污染的，我就把它送到食堂去了，让他们每天做一点给新宇送过来。谢谢啊，主任。这人都快死了，还得天天吃苦啊！新宇如果不想吃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先别做了。哦，别，主任，小白就是说了，他要吃点清凉的东西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过去了。哎。之前在做无国界救援的时候呢，我记得当时的医疗条件是非常艰苦的。我们经常会因为仪器不到位而束手无策的问题。那这对于病人，老爸，你上电视了，你过来。那个萧燕阿姨，来到中山医院呢，快点，老爸，赶紧过来。是刚刚成立的，但是呢，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，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。那我也希望呢，这次能通过铜山医院的 ESU 普及到整个上海乃至全国。老爸，你上电视怎么显得脸那么大呀？你会不会说话？这电视16:9的，你要是上去脸比我还大。扯吧你，人家萧燕阿姨上电视就挺好看的。比较常见的案例呢，就是重症的肺部感染 COPD 急性加重期，肺栓塞及其溶栓的治疗，各种周围神经肌肉 AMI 溶栓治疗患者，
肖医生，你在电视剧可真好看，你跟白医生的颜值都能去演偶像剧了，虐恋那种。灵芝这个提议不错啊。是啊，哎，到点查房了，别瞎说。那可不一定是瞎说啊。什么瞎说？偶像剧啊，还是虐恋的那种。什么偶像剧啊？出诊去了，收纳反了，来收一下。白医生，你在节目里的表现很好。你也还行，符合我对你的预期。白叔，护士长的爱人呢，说有话想跟你聊一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再聊我也不会同意。说不是上次那个事情，你还是过来一趟吧。星云呢？我把白医生给你请过来了，你们聊聊吧。你也出去吧。放心吧。他现在应该是情绪不好，等他情绪好一点再跟他说啊。我听陈志说给你送饭来，你没吃啊？你这样可不行啊！你别把你自己身体给弄垮了，到时候你哪有精神照顾谢云呢？我没什么胃口。你忘了咱们天天盯着患者怎么说的了？再没有胃口，再不想吃，都要逼着自己吃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很担心仙云，他现在一天都跟我说不上一句话，他把所有的事儿都压在心里了。白医生啊，你别紧张，我现在不想死。你说，我要的不多，100万。知道这100万对于你们东山医院来说并不多。首先啊，我不能代替医院做这个决定。其次，就算我可以，我也不会答应你。在抢救你的过程中，不管是我，还是同山医院急诊科，没有犯任何错误，所以不会给你任何赔偿。你说你没做错任何事情，老潘是不是亲口告诉你不要救我？可你还是强行把我救活了。我现在是胰腺癌晚期，癌痛、高空坠落带来的骨折、大出血，我现在生不如死。你说你没做错？你要是坚持我没有错，你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介入，我一定会积极配合调查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就问你一句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看我这样活着，是不是还是认为你当初救我是唯一的选择？当然是。你不用回答了，我已经看到你犹豫了。我没有犹豫。你不用解释。你这样犹豫，就说明你已经理解我的心情。你好好休息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还是认为我不该救他，想要赔偿。赔偿？你赔什么？100万，我没答应。你先去忙吧，这儿交给我来处理。他在想什么？谢云，你跟白医生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就想要点钱。我知道这是你们单位，可这一码是一码啊，这钱我必须得要。白医生救了你，你跟他要什么钱？你别说话了，先坐下。江护士长，别着急，你先坐下来，我来跟谢云交流一下。谢云，这医院呀，对医疗事故赔偿啊，它是有规定的啊，它是由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为医疗事故，
再经院委会的同意，才能走这个赔偿的流程。你也不用糊弄我啊，赔不赔偿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真没这个权利，包括连江院长都没这个权利。行行行，我不管你们谁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啊，我就要这100万。仙云，哎呀，你闭嘴！陆主任，我听说前段时间白医生、肖医生上电视了啊，把你们铜山医院急诊科简直塑造成了业界的标杆了。还听说观众们挺感动的。我就在想啊，要是把我这件事也捅到电视上，不知道观众们会怎么想，让他们也看看我这活也活不好，死又死不掉的惨状。哎呀，我相信总有一部分观众会同情我的。铜山医院为了所谓的治愈率，为了满足某些医生的治病救人的执念，置患者意愿于不顾，让患者深陷无尽的痛苦之中。我想到那个时候，在观众心目中，铜山医院就是残忍、冷血、无情的代表。陆主任，你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吧？啊，要真到那一步，恐怕再花几个100万也没用了吧？仙云，我起初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在和病魔做斗争，我特别钦佩你的毅力，包括面对苦难时候的勇气。哎呀，陆主任，我也挺钦佩自己的啊。当时我觉得我很骄傲、很勇敢啊，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那是还没遇到真正的苦难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坚强啊、毅力啊、勇敢，我现在就要钱，啊！蒋先云，你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吗？护士长，仙云，这样哈，我一定向院委会转达你的这个要求，好吧？但是有一点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我也告诉你一句啊，我呢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，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。要是哪天你们觉得我烦了，说不定就让我死了呢。主任，仙云一定不是为了钱，他肯定是太难受了。他从来不是一个看重钱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仙云这么做，其实都是为了你。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想给你留一笔钱。他都是坚持不想活的人，他要这笔钱干什么？你别太难受了啊！你快好好照顾他去吧。怎么了？刚才让你丢人了吧？仙云，从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不是个爱钱的人。
你看着我，你要那100万，是想留给我是吗？他们让我吃了这么多苦，这100万是我应得的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让你活着。小山，你跟着我吃太多苦了，就让我再疼你一次。这件事不符合规定啊，而且咱们医院从来没这样先例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可是他一直很坚持，不能开这个口子。我知道不可能，我只是看他样子很痛苦，有点心不忍。况且，这护士长也是咱们医院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医疗费用上，以及护士长的工作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和照顾，但是不能开赔偿的口子。否则，今后咱们的医生都不敢做任何决定了。况且，这次白医生完全没有做错。老陆，医生是咱们医院的根本，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才对。这件事情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。我会的。院长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如果遇到白竹那样的情况，您会怎么处理？在那种患者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情况下，我也许会选择和白竹一样的做法。但理智的思考，肖医生的看法也没有错。只是每个医生观念不同，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。是啊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可能结果都会有遗憾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肖医生和白医生做那期节目已经播出了，效果非常好。其他医院的院长都打电话来向我取经呢。哎，老陆，给你派这俩人还可以吧？哎，两个人的业务真是没得说，就是都挺有个性的。哼，有才都有个性，关键的是你怎么用他们。嗯，以后在用人方面，我还得向院长多学习。讲，哎，不是，讲吧。行，不送。那我走了。他要100万，好好的怎么要起钱来了？这心结还真解不开了。哟，正好你们俩都在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下午啊，市里边有一个医院公众形象传播大会，江院长特意点名让白竹、肖烨你俩去参加。我没时间。我下午有患者。再大的事情也得去，这可关乎到咱们 EICU 生死存亡的问题。给我来一杯。你们都知道的，咱们 EICU 成立有多不容易啊！当初在全院大会上，我可是当着江院长以及全体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的。咱们进行1年的试运营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咱们就得就地关门。
这一眨眼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给你们透个底啊！这次全院考核之后，咱们急诊科极有可能垫底。那如果咱们不在其他方面取得一点成绩，我怎么向江院长还有全体的医护人员交代呀？那直接把 ESU 关了得了。所以，让你们俩去参加这个会议，是借着这个机会给咱们 ESU 做宣传。咱们考核成绩稍微差一点，但是咱们社会影响好啊，对不对？到那个时候，院里边也不至于把咱们直接关门。我觉得主任说的有道理啊。你看这个事儿，你们俩为了咱们急诊科，为了 ESU 也得去啊。患者什么的，咱们这么多人耽误不了啊。就是这理儿。好吧，我去。白竹，你呢？我要是还在心外，肯定没这么多破事儿。把医生的意思我翻译一下，他去。好，太好了。前面怎么了？听说前面出车祸了，好像还挺严重。点啊！前面咋回事啊？听说出车祸了，伤了不少人。严重吗？挺严重的。打车过去啊！西丰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目测至少有10几名伤员，请立刻增援。医生，咱们一人一边吧。来，西丰高速公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陈志、唐焕跟我走，其他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啊，各就各位啊，快点啊！来让一下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老师傅，能开下门吗？老师傅，来人看看我孩子！毕竟我是医生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回答医生呢？老师傅，脖子不能动是吗？动不了。手能动吗？手指头可以动。姑娘，你爸有可能是脊椎骨折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会导致瘫痪或者死亡。我现在必须去找一些东西帮他固定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好，用你的双手把他的脖子固定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是护校的学生，我可以的。来试一下，千万不能动，等我回来。他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救护车应该马上就到了。白医生，记得给伤员做初步的伤情诊断。我继续往前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怎么了？我腿动不了。你先别紧张。腿能稍微动一下吗？动不了。你可能骨折了，我帮你找个坚硬的东西固定一下。网球拍可以吗？可以。后备箱有。稍等我一下。姑娘，在学校里学过颈椎固定吗？学过。扶住这个。忍一下。救护车来之前别随意走动啊！大夫，快救救我老婆！我老婆快没气了！救救我们！快救救她！醒醒，醒醒，先把她放平。好。好了，
老师傅，老师傅，脉搏越来越弱了，呼吸也弱。老婆，他现在心脏停搏了，我要给他做心肺复苏。你看好了，等一下你来做啊。糟了，右肺听不到呼吸音了，应该是气胸。穿刺包，穿刺包。小野，小野，有穿刺包吗？穿刺包。我没有穿刺包。喂，你们还有多久？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，让一下啊，让个道，让。再快点啊！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垂直向下，两只手这样叠在一起，用掌根的力量往下压，胳膊要伸直，胳膊肘不能弯。做30次以后要做2次人工呼吸。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要用手捏住他的鼻孔，学会了吗？明白。哎，这个是注射器，不行。我是同山医院的医生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在救护车来之前不能停。好，你来做。姑娘，快来看看我们呀！我老头子也受伤了。看一下啊，这里疼。你把腿放平点。爸，有气了，姑娘，你爸再有什么事你找我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有可能伤及内脏了。你别担心。救护车马上就到了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情况？这车里就有一个危重，里面还有更多的伤员。这边辛苦你了啊！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幸亏你跟白周抢救的及时，这几个重伤员的命算是保住了，辛苦了啊！哎，稍微小心点啊！肖医生辛苦了。走吧，先回医院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跟院长已经打了招呼了，下午研讨会你们就不用参加了。这些伤员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你跟白周一起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待会儿会有别的医生来告诉你们。医生，我爸爸怎么样了？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，那他还会瘫痪吗？不会瘫痪，救治的很及时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医生。他出来之后呢，要进 ICU 观察一段日子，你找护士去办下手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一天忙的呀。伤员都处置完了，都处理完了。这么大的车祸，没有1名伤员死亡，也算是个奇迹啊。那当然啊。叶德义啊，我可听说了，你救治了1名伤员，其他都是任肖燕救的。你以为抢救伤员是打群架呀？啊，数量越多越好。我挽救了一条生命，
那也是人家帮你分担了其他的伤员救治啊，是吧，肖医生？肖燕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还在想今天的车祸。白医生今天对于伤者的处置还有判断都做得非常好，只是如果不是陆主任后来带人赶到，我想我一个人真的应付不了那么多的伤员。自己一个人，可最终结果是所有伤员都得到妥善救治。肖医生，今天你表现挺好，很抱歉我没有帮到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一个伤者错过被抢救的时机，因为只有失去过才知道生命的脆弱，还有医生的无助。失去什么？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该干嘛干嘛去。啊，你怎么了你？奶奶，你醒醒啊！奶奶，醒醒啊！孩子从上周一开始发烧，头疼乏力，嗓子疼，吃了感冒药和退烧药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昨晚昏迷之后，家属刚送来。都高烧1周，怎么才送来了？怎么做家长的？我就是想着这感冒发烧又不是什么大病。小朋友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来医院看了也还是吃那些药，没必要花那些冤枉钱。发烧是很多急重症的表征，要是耽误了治疗时间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大夫，你快给囡囡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，妈妈来了啊！大夫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孩子到底得什么病了？早干什么去了？都发烧1周才送过来。妈，我平时就老跟您说不要省钱，不要省钱。我们这么辛苦在外面挣钱，不就是为了给他花的吗？你这么省干什么？你少说几句啊，囡囡。你以为我愿意说呀？家里大大小小事儿，你管过什么？差不多行了，别没完没了的。是我没完没了吗？要吵去外面吵，这是医院，出去。不是，医生，你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儿？我们是来看病的，又不是不交钱。你数落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做错什么了？你凶医生做什么？人家现在给你孩子治病呢，你这么厉害，你来治啊！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马上出去，不打扰你检查了。走，出去。大夫，这孩子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你别着急，着急也没什么用，去外面等吧。白医生，我说这句话您别不爱听啊。家属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您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。孩子高烧不退，我先按常规注射退烧药吗？不用。持续1周高烧，淋巴肿大，在家里服用了抗生素也没什么效果。这样，先加急安排一个血常规。把4床的用药记录给我看一下。好的，徐医生。谢谢啊。到点了，吃饭去。哎，不吃了。今天白医生吃错药了，我得小心应付着。白医生今天怎么了？有个小姑娘发烧，白医生嫌家属送急诊送晚了，救治家属一通怼。
为什么呀？他平时不是都不搭理患者家属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去吃吧，这人结果快出来了，我得等着拿给白医生。你们去吃吧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大夫，这检查怎么说的呀？怎么转到这儿来了呀？刚做了专项检查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孩子感染了EB病毒。这是什么病啊？能治好吗？刚给孩子父母也说过了，这个病不难治，幼儿期也比较多发，但有一点我要跟你强调一下，这个EB病毒又叫亲吻病毒，是通过唾液传播的，不健康的卫生习惯会大大增加孩子的感染几率。就比如你喂饭的时候自己先尝一口，或者对着饭吹气，共用一套餐具，再要不然就是抱着孩子亲来亲去。你带孩子的时候没少干这样的事儿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很多病毒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太大影响，但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全，非常脆弱。再说了，这都生病1个礼拜了，怎么才送来啊？幸亏现在症状还处在发病初期，要是再晚来几天，心肝脾肺肾都出现了并发症，就有生命危险。我希望你们当家长的引以为戒，回去之后多了解一些幼儿健康的医学常识。患者现在需要休息，家属在外面等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这件事情听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爸出来了。妈，刚才我跟周磊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以后囡囡还是我们自己带吧，就不麻烦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我看囡囡了？我们妈，您也别误会，别多想，我们只是觉得您带她这么长时间也挺辛苦的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，您休息休息。可你们平时一天到晚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照顾啊？反正白天囡囡要上幼儿园，晚上实在不行我们就请个保姆。保姆能有我带的好吗？我知道，这次都是我没看顾好。我以后再也不老亲囡囡了，好吧？我就是看着囡囡太可爱了，就亲亲她。这次我都知道了，那个医生说的话我也都记住了。打扰一下，这个是你们家孩子的吧？是。这是囡囡最喜欢的玩具，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。我就是担心。他要是醒过来没看到他，要着急。刚从家里拿过来的。阿姨，其实，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呢，当然要注意个人卫生。不过你们也担心，这种病的感染并不是100%可以避免的。回去以后呢，要和孩子分开餐具，鼓励他自己吃饭。以后尽量避免跟孩子嘴对嘴亲吻，多加注意就是了。好，家长也是。也不要一味的埋怨老人了，看得出来，孩子跟奶奶关系还是很好的。其实小孩子需要的一定不只是科学育儿，他们需要的是充满关爱的家庭。白医生，你今天的状态不太对啊。有吗？虽然你平时也挺容易发火的，但你今天这样指责琳琳的家长，这不太像你。其实小孩子
比我们想象中脆弱很多。有时候稍有疏忽，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但你今天这样发脾气，也确实有点过了。不是所有孩子都像玲玲一样，健康出生、平安长大。我看到她因为家人没有照顾好生了病，我就生气。但你知道吗？小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家人是最难受的。你这样的指责，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情绪跟判断。我当然知道家长是最难受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不过你说的也没错，的确是我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。为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啊？白医生，你不会已经有孩子了吧？哎，患者什么情况？地中海贫血，上体育课时候晕倒的。小光，你认识啊？他是白珠儿子。输了血应该没事了。小光，你别担心，萧炎已经给小光输血了，应该没事儿。现在，谢谢。您是小光的父亲吧？哎，我是他的体育老师，刚才没联系上您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没事儿，刚才我也在忙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现在有点感冒的迹象，我建议在 EICU 多观察几天。是啊，小光因为地中海贫血症本来就很虚弱，要是感冒恐怕会更麻烦。一会儿我去办手续。是不是很惊讶？白竹这种人也有脆弱柔软的时候。刚才他看小光的眼神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。我以前跟很多人说过，白竹这个人其实很善良，也很脆弱，就总是喜欢把自己关进一个傲慢恶毒的壳子里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。我相信，但他有时候就是太固执了，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理念了。要我说，你们就是半斤八两。白竹所坚持的医学理念是不是跟小光有关？当然。小光刚出生的时候，就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症。当时所有医生都告诉白竹，小光活不过周岁。但在白竹的精心照顾之下，小光有惊无险的过了一个又一个鬼门关。3岁到6岁的时候，都有人告诉白竹，这次过不去了。但是白竹没有放弃，到现在，小光已经8岁了。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个类似的病例，一个小女孩，也患了重型地贫，医院已经给了她最好的治疗，但小女孩还是在3岁的时候过世了。白竹对小光啊付出了很大的心血，他几乎把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到了小光的身上。白竹对小光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也正是因为这份不放弃，才让小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活着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了，他为什么这么相信奇迹，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的希望，宁愿违背患者的意愿也要抢救。你醒了。老爸，我怎么进医院了？你说你怎么敬业了？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的小朋友上体育课，你就乖乖在教室里待着，谁让你去操场了？他们踢球，我又没踢，我就在旁边看着来。那你怎么晕倒了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不知道？我看你就是不听话，这周零花钱没收了。啊什么啊？反正这周你都要在医院待着，要钱你也花不出去。小光，你醒啦？这位是爸爸同事江阿姨。江阿姨好。你怎么样？
还哪里不舒服吗？好多了。江阿姨，你不是医生吗？你怎么不穿白大褂？我是护士。江阿姨的家人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她请假要照顾家人。那江阿姨，你别照顾我了，你快去照顾你的家人吧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们呢就在你隔壁，咱们是床挨着床的病友，两邻居。那他生什么病了？白极光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段时间你要乖乖的，不能影响别人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第一回住院。臭小子，每次我说完一句话，有10句话挡住。这是他的言传身教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爸爸给你去拿饭。等你出院了，我带你回老家去看爷爷奶奶。好嘞。没想到白医生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他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我怎么一点没听说呀？嗨，他这人不就这样吗？经常搞什么大新闻。说或者不说都是人家的隐私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你们也别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了。听说那个孩子是重型地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行了，年纪还这么小，真是可怜。9床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吗？哎，台主，小光的事情，医院跟我说了。你如果需要请假的话，就直接跟我讲。他住在 ESU， 离我也近。看来我对我们科青年医生的关心不够啊。小光的事情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没事，您是领导，关心的都是大事儿。谢了。徐医生讲了你跟小光的事儿。徐冉这个大嘴巴子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了小光的病情和你的不放弃。身为医生的你，还有身为患者的小光，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才能迎接一次一次的不可能。我很敬佩你的坚持还有勇气，也为之前对你的误解跟你道歉。所以，你是想认同我的观念，还是想再次说服我认同你的观念？人的观念是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，一旦形成，其实很难改变。没错，通俗来说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所以，我并不打算投降，也不会像之前一样继续说服你。我只是来表达我的敬意。虽然我不认同，但我理解你的观念，也尊重你的选择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大大颠覆了我对你的看法。虽然我并不认同你的观念，但我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咱们可以求同存异，放弃对抗，一起去帮助更多的病患。你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认为我的观念才是对的。求同存异吧。我要去查房了。哦，小光之前跟我说，你骑车的时候很酷，你要是有时间多去看看他，跟他聊聊摩托车。我会的。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审美。实在疼，
我就让他们来给你打一针止疼针。叔叔，你很疼吧？小光，是不是打扰到你了？没有，我的病也经常会疼，可是我没有叔叔那么坚强。我有的时候疼得厉害了，我就会大喊大叫，可是我老爸说这样会影响到别人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。叔叔，你如果疼得厉害的话，你就叫出来，叫出来就没那么疼了。小屁孩儿，你知道什么是痛？真正的痛，你干什么都没有用。那你就想想你心里最高兴的事儿，想着想着就没那么疼了。这是我爸教给我的，他说人在想高兴的事儿的时候，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减轻你身上的疼痛。我就是老想以前我老爸带我出去踢球的事儿，想着想着就没那么疼了。叔叔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这辈子没什么高兴的事儿。小光，叔叔累了，你要不也先休息会儿？揉揉好点没？小光那孩子真可爱，不知道他妈长什么样。干嘛呀？想取而代之啊？我可没那本事啊！白医生这么挑剔，他老婆肯定是个又有才又有貌的大美人。儿子都8岁了，好男人结婚怎么都这么早啊？我没听错吧？就他那样还好男人呢？你那是对他有偏见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。我说，你们两个工作的时间这么不忙啊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徐上，快一点。怎么了？你跟白医生关系最好，你肯定知道他老婆长什么样。白主没结婚。你胡说，他没结婚怎么会有孩子？那你得去问他本人了，这种事儿我可不好说。坏人。你这个什么逻辑啊？啊，从哪儿看出来是坏人呢？未婚生子，然后分手，这样的行为难道还不坏吗？你这脑洞简直是太大了，可以去写狗血电视剧了。我服你，唐画。我也觉得白医生不是你说那种人，心里有鬼才遮遮掩掩的，肯定被我猜着了。今儿没睡觉吧你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又装傻。你和萧燕怎么回事？我们俩怎么了？你这人就是没劲，连陈志那榆木脑袋都看出来了，你以为我是瞎子吗？嗯？你和他是否和好了？又回到了之前的暧昧状态？不是我俩什么时候暧昧过啊？你别说，还真应那句老话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”优秀的人身边，总有一个像你一样爱嚼舌根子。行了，我吃饱了，让你自己吃吧。喂，白医生，小光疼得不行了。好，我马上。喝口水好吗？来，好，不用起来。对，躺着，多喝一口，多喝一口。这么乖。刚才是不是特别疼？现在好多了。白医生联系上了，打电话了。小光，老爸，还疼吗？好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疼痛发作了，这孩子可真行，既没哭也没叫，就是自己硬挺着。他的病就这样，每天都要疼。这么小就要吃这么多苦，没事的，林阿姨，我都习惯了。
而且我老爸也说了，男子汉就应该多吃苦，长大了才能保护别人。你怎么这么懂事儿啊？谁叫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老爸呢？有你这样的儿子吗？啊，在外人面前挤兑你老爸。你是会开汽车的肖燕阿姨吗？你认识我？她在家里老提你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说过。开个玩笑，童言无忌。那既然小光没事儿，我们就先出去了。再见，小光。好，肖阿姨、连阿姨再见，唐阿姨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叫唐阿姨啊？你爸可能在家没少说我坏话。没有，我是跟徐玉然叔叔打听的。他说急诊科有一个嫉恶如仇的漂亮阿姨，你刚进来我就认出你了。你小嘴挺甜啊，可是我可不是阿姨，你应该叫我漂亮姐姐。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漂亮姐姐。一言为定哦。一言为定。拜拜，拜拜。我去给他喂马身病号服，刚才他们的一身汗。麻烦你了。客气。没想到你小子挺擅长交际啊。随你嘛。随什么我？随我？被你逼的。我什么时候逼你了？开个玩笑，童言无忌。我觉得小光不是白淑琴生的。啊？像他那种人，怎么会有那么可爱的孩子呀？小光的性格确实不像白医生，没有妈妈，又那么可爱，肯定是领养的。你去工作吧。肯定是。胡市长，江老师该吃药了。这么早就睡了？今天疼得厉害，估计累得睡着了。他不是贫血吗？有那么痛吗？小光患的叫地中海贫血症，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。他这个病会有很多症状，小光是最严重的那一种，浑身就像针扎一样疼。我查过资料，他的疼痛等级跟你的哀痛等级几乎是一样的。这孩子啊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他这个病，很多家长都会放弃。是绝症吗？小光的地中海贫血症是重型，很多像他这样的孩子5、6岁就没了，能像他这样活到8岁非常不容易，更何况这孩子还这么乐观开朗。没有办法治愈吗？还是要这辈子都活在死亡的恐惧中？骨髓移植和脐带血移植是根治这种病的唯一办法，但小光好像一直没有配型成功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老天爷真是太残忍了。肖医生，你能再跟我说说这孩子的故事吗？你知道为什么白医生一直坚持要救你，不肯放弃吗？跟这孩子有关系吗？小光刚出生的时候呢，就查出了这种病。很多医生认为他活不到周岁，只有白医生一直没有放弃。我发现你一住院，这个饭量见长啊。疼的时候会耗费很多体力嘛。还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够不够啊？我饱了。
你别老在我这儿待着，你这显得你不热爱工作。你赶紧去工作去。还学会赶我走了。行，那我就去忙了。要是再疼，就让他们来找我。想喝水，去找江阿姨帮你。知道的。嗯。放心吧，我帮你看着他。麻烦你了。我走了啊。哦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这头发有点长了，回头我拿工具来给你剪一剪，好吗？江阿姨，你还会剪头呢？那当然了，剪得帅不会，剪得丑还不行吗？小光，你不是说叫出来就不疼了吗？你怎么不叫来？我就是害怕打扰你们，也害怕我老爸担心。我如果一个人在家疼得厉害的话，我就会叫。小光可真懂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个病可能治不好。闲云，没事的，江阿姨，我早知道了。小光，如果治不好，可能会死的，你害怕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跟他聊聊天儿。还是个孩子，你这都说什么了？不是，就在病房里待1天了啊，你下楼到院子里走走啊。我不去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挺喜欢这孩子的，我不会干傻事的啊。这样，你到楼下超市买点酸奶给我和小光，就是我喜欢喝那个。快去吧，啊，去吧。酸奶喝吗？不用了，江阿姨。别跟我客气，我知道你喜欢，这会儿就去买啊。谢谢江阿姨。江阿姨记得穿好外套。知道。小光。谢谢。小光，来，你坐到蒋叔叔这儿来。啊，过来。你刚才还没回答我问题呢啊！你病要是治不好会死，害怕吗？我不怕。为什么？那蒋叔叔，你怕死吗？我不怕，我想死，他们不让。哼，你知道什么是死吗？我知道，你别以为我只有8岁。可是我知道什么是死，在电视里、网上我看过很多遍了。我要是死了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老师同学了，也见不到我老爸了。对呀，见不到你老爸了，见不到老师同学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多恐怖啊！可是，人都会死的呀，怕也没有用啊，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。而且蒋叔叔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我有这个病呀，我的老师啊，我的同学们，还有我老爸，他们都不对我发脾气，都对我可好了。我们班有些小朋友的家长可凶了，他们还羡慕我得病了呢。哎呀，这叫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句成语，是说古时候在边塞有个老人叫塞翁，他呀养了一匹非常好的马，突然有一天走失了，他的邻居们就纷纷跑过来安慰塞翁，让他别难过。塞翁说：“马虽然丢了，怎么知道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呢？”没过多久，走失的这匹好马突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来了一匹好马。邻居们又纷纷跑过来祝贺塞翁。可是塞翁并不高兴，说：“你们怎么知道带回来的不是一场灾祸呢？”没过几天，塞翁唯一的儿子骑着这匹带回来的好马，顾市长，突然从马背上摔下来了，摔断了腿，成瘸子了。
赛王的这些邻居们又纷纷都跑过来了，又想安慰赛王。赛王非常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呢？”后来边塞发生了战争，你去忙吧。青壮年都要上战场。你知道，战场上伤亡10之8九。赛王的儿子因为腿疾，幸免躲过这场生死离别的灾难。哦，蒋叔叔，我明白了。嗯，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，好事会变成坏事，坏事也会变成好事。哎，是福是祸，事物的福祸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，必须要辩证的去看的问题。无论是福是祸，都要调整好心态，勇敢面对，勇敢接受。蒋叔叔，你好厉害啊！你刚才讲的时候特别像我们班语文老师。哎，蒋叔叔，你之前是不是老师啊？我以前还真是一个老师，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当老师了呢？是因为生病吗？蒋叔叔出了车祸，不能再上讲台了。哦。可是蒋叔叔，你刚才讲的真的很好，比我们班语文老师讲的都好。臭小子，嘴真甜。哎，对了，蒋叔叔，你如果上不了讲台，你可以在网上讲课呀。什么？在网上讲课呀？网上讲课？对啊，我有的时候疼得厉害了，我上不了学，我就在网上上课，很方便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小光，你跟我讲讲，怎么在网上讲课啊？好呀。在网上讲课呢，有一些软件儿，比如说。你们去忙吧。白医生，徐医生，陆主任，薛云说让我推他来，他有话要跟大家说。白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之前这些日子呢，我给大伙儿添了不少麻烦，以后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的。我今天过来呢，其实说起来挺惭愧的，是小光这孩子改变了我。小光在疾病面前所受的痛苦和面对死亡的恐惧，一点不比我少。更何况他还只是个只有8岁的孩子，可他总是咬着牙，用坚强和微笑去面对未知的未来。说心里话，小光刚刚搬到我隔壁床的时候，我心里确实挺烦他的。谁叫他是白医生的儿子呢？可是后来，每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到羞愧。我跟小光比起来，我倒像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孩子，
小光才是一个真正成熟勇敢的大人。小光的坚强和乐观改变了我，让我又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。小光可真是个小太阳。仙云以前就是个不错的老师，是因为车祸才离开了那个讲台。小光又给了他这样的希望。我这些日子里呢，经常梦见自己以前站在讲台时候的样子。那个时候生活很充实，生活很有希望。我还想过那样的日子，过那种充实有希望的日子。小光告诉我，现在很多人在网上授课，完全不受时间、地点，甚至是身体条件的限制。我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教师吧，但我还是有很多心得体会的。我今天来呢，我就是想跟陆主任说，我想出院，我想把我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呢，回去好好整理一下我的教学经验，在网上给大家讲课，希望能给那些无法走进教室的孩子们一些帮助，也能让我最后为这个社会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吧。乔老师，你能这么想啊？说实话，大伙儿都替你高兴。你知道吗？你给很多遭受病痛折磨的人树了一个好榜样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保持希望，啊，坚强的活下去，快乐的过好每天。好啊。陆主任，哎，过去这段日子真的给大伙儿添麻烦了。尤其是对白医生，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没事。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应该互相理解的啊。白医生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小光。我走了。小白，这次真的挺谢谢你的，还要谢谢小光。回头欢迎你带着孩子到我家来玩。好，我走了。拜拜拜拜。拜拜，护士长。拜拜拜拜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再见。护士长终于要出头了。说起来，咱们都得感谢小光啊，要不是他，估计护士长老公会跟咱们急诊死磕到底吧。哎，白医生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怎么教育小光的？他也太懂事了吧？我儿子啊，当然靠我言传身教。你们都忘了小光自己怎么说的了吗？啊，有一个不省心的老爸。哎呀，好嘞。陆主任，之前我真是不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事儿就过去了，咱就不提了啊，一切往前看。对，往前看。来来，拍手。哎呀，累不累？那你睡一会儿啊。主任，休息一会儿啊。便您睡会儿。主任，你坐，我去给你。哎呀，这家里好久没人住。不用。这仙云现在思想上有了这样的变化，还是挺让人感到欣慰的。是，真是要谢谢小光这孩子。他现在有所好转，你也可以稍微轻松一些了。你看最近把你忙的，整个人都憔悴了，你也好好休息一下，把自己的身体给补回来啊。只要仙云没事儿，我怎么着都行。主任，仙云现在这情况，身边是离不开人了。我恐怕要在家照顾他。我知道，科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都交给我啊。你就安心的照顾仙云好了。仙云现在的情况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再说了，
前段时间，我们已经挺给科里添麻烦的了。我们科那是1个顶8个用啊，你老这么照顾我，对你影响也不好。这个，我想好了，跟院里辞职。辞职？护士长，你想多了吧？谁也别劝我。那主任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科里边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走了啊！你别啰嗦了，别啰嗦了，我走了啊！主任。哎，老潘，啊，陆平安，那个蒋老师已经出院了啊，你还想去他们家吗？哦，那行，那还跟以前一样啊，差的钱呢，我给你补过去啊。哎，你别说漏嘴了啊。好，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呢，就是说，你主动给他们打个电话啊，你就问问需不需要你过去。你就说，蒋老师，我知道你出院了啊，所以问问看你的情况，啊。行，那你们先通电话吧。啊，完事的时候你再跟我说。啊，好嘞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没睡会儿啊？我睡了。是不是刚才我们把你吵醒了？没有。媳妇儿，来，你陪我坐会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陆主任走了。科里有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烧点水。来，你先别忙了，你陪我坐会儿，我跟你说句话。怎么了？刚才你跟陆主任谈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媳妇儿，答应我，千万别辞职，好吗？答应我。我要是不辞职，那谁来照顾你呀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从护校毕业就分配到通山医院了，这份工作对你太重要了。工作再重要，也没你重要呀。之前是我不好，我这个人要面子啊，我不想拖累别人，更不想拖累你。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啊，我希望继续看到你快乐的工作，这样我也能安心的去工作，对吧？这样，我已经都咨询过了，我在网上授课呢，网站会给我一笔报酬，这样我也能自己赚钱了。放心吧，我再也不会做那种傻事了。我回头再给老潘打个电话，他要是愿意回来，那就更好了。他要是不愿意来，咱找别人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肯定不会再做傻事了。我已经知道活下去的价值和意义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好好工作，那你也好好讲课。哎呀！兔子上7、24。小阿姨，你看我算对了吗？完全正确。太好了，我以前最怕做这种题了，现在终于知道解题方法了。谢谢你，小阿姨。那还是我们小光聪明啊，一说就会。哎，这个你为什么不问白医生呢？我听说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学霸呢。我问他，他不帮我解。为什么呀？我每次问我爸，他都说，男人要靠自己，不能一有问题就向别人寻求帮助。可是他是你爸爸，这些都是应该他教你的，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。是啊，
我也这么跟他说的，他给我的答案是上网搜索。那他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其实吧，我有的时候知道数学题怎么解，英语单词怎么背，我都是故意装作不懂去问我老爸的，可是他都说不知道。啊？我爸这个人吧，用徐叔叔和郑阿姨的话来说，就是超级需要存在感。我要是不隔三差五的装作不懂去问他题，他就找不到存在感。他一找不到存在感，那我就倒霉了。这白医生也太脆弱了吧？我爸可脆弱了，他比我都像小孩儿。他一觉得吧，别人不重视他了，或者别人抢他的风头，他能气上好几天，天天打游戏发泄，可幼稚了，太幼稚了。而且有时候不是有时候，是每次我都得故意找话题逗他开心，他才能缓过来。给他当儿子呀，可累了，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小光，我先去忙了。白医生。啊。你是来看小光的吧？啊。哎，你也在啊？我先去忙了。哎。老爸。说，今天是不是又做什么错事了？对不起啊，老爸，我今天吃午饭的时候不应该剩下半碗，浪费粮食可耻。谁是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还跟我扯呢？我是说刚才。刚才我不应该向肖阿姨求助问题，男人应该靠自己。我说的是这个吗？白极光，你行啊，现在学会背后诋毁你老爸我的形象了啊！我是你说的那么脆弱、那么幼稚吗？老爸，你听我说一句啊。就是你不是一直教育我要实话实说吗？这是实话实说吗？别掉下去。还有，我什么时候需要存在感了？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不打你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没办法治你了？从今天起，每周零花钱减半。不是，哎呦，不是老爸，我错了，不是老爸，你刚才都没看见，我没有要诋毁你那意思。我跟肖阿姨说你的事的时候，肖阿姨可开心了，还一个劲儿给我打听呢。她打听什么了？跟你说啊，你自己去问问就得了。晚安，我要睡觉了。你要说你就说完疼死了！不是老爸，我是患者，经得起你这么打吗？经得起你让我这么熬吗？啊，我睡觉了，我也是患者啊。行，睡死你睡。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明儿见啊。白医生，不用照顾小光啊。这小子睡得正香呢。今天谈话说到你，说因为小光对你改观了很多，难得没有说你坏话。一个人总是说我坏话，那只能说明我在他心里很重要。这就是小光所说的存在感吧？哎，你别听他瞎说啊。哎。不过你们父子俩的关系真的挺有意思的，听小光说的，他在家里才是那个照顾你的小大人儿，你是那个被他照顾的小朋友。不是你说这话，夸了我儿子的同时又贬低了我，这个反应很难做啊。我真不是在贬低你，我只是听了小光的描述，感受到了一个在傲慢外表之下又真实又温暖的你。你想说的不是这些吧？护士长的丈夫出院了，我呢想了很多，包括之前咱俩的争吵。我在想，如果在治疗他的时候遵循我所追求的那种人选，就是如愿的让他死去，那他就没有机会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还有意义了。所以
我现在有点迷茫，到底那种我所追求的人学，是在害人还是在救人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进步了。进来。老师，找我有事儿？我想跟您聊聊。就你事儿多，坐吧。哎。说吧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肖医生跟我说，蒋先云的病历让他有一些迷茫。他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那种人学，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。你和肖医生的争论，我听说了。肖医生有些迷茫，那你呢？我还好，我倒是没觉得当时的选择是错的。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听从患者意见，那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既然这么确定，你找我聊什么？但其实我也动摇过，还不止一次。每次经过 EICU 病房门口的时候，听到蒋先云痛不欲生的惨叫，我就在想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。可是把一个人放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当中活着，到底是在救他，还是在害他？或许在某个时刻、某个情境，去直面死亡也是一种勇敢，也是一种对生命更大的尊重吧。你能有这样的思考，证明我没看错你。我看到了你对人生、对死亡、对生命价值的反思，很好。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，不要纠结于其中的对与错。特别对于我们医生来说，只要能坚持住底线就够了。救死扶伤，对。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，甚至需要花费一生的精力去做。也许直到最后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这4个字的真正含义。谢谢老师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所有的怀疑和动摇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埋头苦干，治病救人。昏迷多久了？8年了。你是家属？哦，我是他妻子。帮他先止下血。啊，医生，我老公他情况现在来说比较稳定，具体什么情况需要再做些检查。走吧，先给我止血。去联系一下 CT 室。好。腹内有出血，脾破裂，出血量很大。去联系普外，准备脾切除。好，
士长，主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回来上班。那仙云她，多亏了小光，他现在啊成天忙着做他那个教学视频，根本没空管我。我在家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只能灰溜溜的回来上班了。那能行吗？老潘照顾的比我好。好，我本来想着你没有这么早回来上班，在家里好好照顾仙云。你既然回来了嘛，那就好好工作。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直接跟我说。主任放心吧，仙云现在状态好着呢。护士长，欢迎你回来。想我没？想死你了。医生，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手术比较成功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呢？这个不好说，要看患者的恢复情况。皮破裂比较复杂，建议在医院多观察一段时间。小文，你头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检查了没？啊，没事儿，建国，我不小心磕了一下，额头出了点血。额头上的事儿怎么能掉以轻心呢？万一留疤怎么办？医生，你看他这边还需要什么检查吗？我去交费。建光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放心吧，该检查的我们都检查了，没发现什么问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患者这儿要是有什么异常，再来找我们。哎。你怎么好好的从床上摔下来了？我跟护工想给他换个床单，心里想着咱俩的事儿，不知道怎么就摔倒了。这个患者是植物人，平时你们多留意啊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你不觉得这个场景特别诡异吗？病床上躺着一位昏迷了8年的丈夫，而病床边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还有点暧昧，细思极恐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我看以后还得加一句：久病床前无夫妻啊。毕竟守着一个植物人8年，换谁受得了？不过，这个男人也有可能是这个妻子的亲属，比如他哥。哥，一看就是情侣啊！你们俩可真闲。怎么可能是亲属嘛？对吧？也对。这个可以，就这样。徐老师，武装患者醒了。这哪睁眼了？这不闭着呢吗？刚才真的看到他睁眼睛了，我把手放在他面前，他醒了。我刚才对看的。外界刺激还是没有反应，应该是看错了。徐老师，我是亲眼看见的，我跟他招手的时候。还是你亲眼看错了吧？徐老师，即使是睁眼了，也可能是无意识的，并不代表真的醒了。主任，我真的没有说瞎话，我真的看见他醒了。理论上来讲，一般这个植物人呐，身体遭到撞击之后醒过来的病例，非常的罕见。啊，当然了，也不是没有啊。主任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患者这次意外受伤之后他才醒过来的。
刚才我特意和依然又去检查了一遍，实在是没有看到他有这个复苏的迹象啊。徐老师，我真的看到患者醒了。可能患者当时真的有短暂的清醒，但那只是个偶然现象。现在患者还处于一个植物人的状态，所以你没必要去纠结他到底有没有醒过。是，依然说的没错。回头如果真的醒了，咱们再说哈，先忙着吧。浪费时间。哎，帮我倒杯水。我真的看见了。你不下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徐老师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再睁开眼的。着魔了你！徐老师，你相信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做出一番大成就吗？谁又刺激你了？我相信。灵芝，你看什么呢？你快看，他在那儿干嘛呢？不知道，我听护士长说，他昨天晚上就一直这样了，一有空就过来坐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患者家属呢。13号床，你再给他补4个单位的胰岛素。武川患者醒了，醒了，真醒了。陈志，你魔怔了吧？哎，你别走啊！你还想干嘛呀？他真的醒了。行不行？我们自己能看得见。你们别看眼睛，你看这儿。哎，真的在动啊！我去报告陆主任。他醒了？那倒没有，我们给患者做了脑电图，它显示出了正常的脑电波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苏醒的几率还是有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他到底会不会醒？就是基于患者的现在这种情况哈，经过有效的治疗，他苏醒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所以你们家属要赶紧做出决定啊，我们马上进行治疗。我怎么觉得家属不想让咱们治疗？江超醒了，小芬。陆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江超苏醒的可能性得有多大呀？苏醒的可能性很大。这很大是多大？陆主任，您能不能给出一个具体数字？比方说60%或者70%？那就要看你们到底想不想让他醒了，100%、0%都有可能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病人家属是这样的，你想要个确切的数字，我没有办法给到你，我只能说，他苏醒的可能性很大。我是说，你们采取的治疗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？比方说，用的药物对大脑会不会造成损伤，反而导致他彻底真的就醒不过来了？你们想要这样的药啊？我帮你们介绍啊。海叔，是这样的，你们放心哈，我们肯定会采用最安全的治疗方案。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，是不可能出现的啊，所以也希望你们家属尽早的商量，然后我们也尽快的给病人做出治疗，好吧？那这样，我们再商量商量。抱歉，你等一下。方便聊聊吗？您这就回去了？小文留下来照顾李江超就行了，我准备回去上班了。医生，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想冒昧的问您一下跟郝文女士的关系。
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叫了几个朋友帮忙，本来打算昨天晚上向他求婚的，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李江超出了意外。求婚？郝文女士跟李江超先生他们不是夫妻关系吗？他已经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了，结果很快就会下来。律师也说了，像他这种情况，法院是支持离婚的。你要是求婚成功了，那患者怎么办？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我给他找了个福利院，条件挺不错的，按月给钱，而且那边也答应收留他。可是现在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，小文的责任心太强了。即使他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，他心里没有完全放下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怎么向他示爱，他都没有答应，他还是坚持自己一个人照顾李江超。我实在是没辙了，所以我就想要不直接向他求婚试试看。你是说你们打算把患者就扔在福利院不管了？唐画，我看不惯还不能说呀。那你们让他怎么办？难道守着他那个活死人老公过一辈子吗？不是，你先别生气，你。我回来了。呀，真香啊！今天怎么做那么多菜呀？护士长，这菜不是我做的，我今天忙了一天卫生。蒋老师说了，一定要用这个消毒液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。对，我要求的。这些菜啊，都是我做的。小王，不谢。我跟你说啊，蒋老师忙活了一整天，我除了买菜，别的都没插手。他这洗菜、切菜、炒菜，都是一个人干的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你亲自下厨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看了个做菜的节目，一时心血来潮。我不也是好几年没做过饭了吗？看看这手艺啊，退步没？你赶快过来尝尝，来。哎呀，看着这颜色就好吃。快尝尝。我先去洗手盛饭啊。快点啊！哎，蒋老师啊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哎，
老潘啊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啊？不了，我家里有事儿，你们吃吧。好，辛苦了啊！没事儿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来，快尝尝。来，你快尝尝这个小油菜，跟以前的味儿一样。我可有年头没吃过了。来，你别揪手，你先放下，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先坐着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没有。我呢，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先别激动啊。我没激动啊。说吧。江烟云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都说了，你先别激动嘛，你先别激动，真的，你先听我把话说了，好不好？小山，前些天我把我们俩这些年从开始认识到现在的照片翻了翻，想起很多事情。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吗？啊，那天特别冷，我们俩约好去看电影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一只流浪狗冻死了，你哭得特别惨，最后连电影也没看成。当时我就觉得你很善良，我想这辈子就你了吧。后来我带你去北京旅行，那时候没钱，到宾馆开了一个最小的房间，单人床。我说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，你偏不肯。最后我们俩一起睡在那张单人床上，睡到后半夜我掉床底下了。你磨磨唧唧说这些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先听我说完。后来你工作了，当护士了，我当时特别不同意，我认为你太善良了，心思又那么细腻，成天看那些病人生死离别的，对你是一种折磨。这么些年过来了，你从一名小护士，现在变成一个大护士长了。你学会了坦然面对，学会了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职业素养吧。可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当你把白大褂脱下来的时候，我想告诉你，小山，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就是和那些医院里的病人家属是一样的。你没有必要承受那么些压力。以前我不同，当我出车祸的时候，我认为我世界上最惨的人，老天太不公平了，你伺候我是应该应分的。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这些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你在工作里，在家庭里承受的
你这个慢性咳嗽是由鼻后滴漏综合征引起的。医生，这是什么病？严重吗？没事，开些药就行。白老师，那个植物人患者醒了。醒了，意识清醒了，运动神经还没恢复。8年了，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吧。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想见什么人？想见你老婆？我刚看到他老婆就在外面，我去找。先别担心。啊。江超他醒了。患者想见你。小凡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你在外边等我吧。江超刚醒，他不会想见你的。我们先别刺激他。我最近想的挺多的。我觉得我有能力一个人面对他。你放心。你先不要激动。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说，准备戒酒了，让我原谅你，跟你好好过日子？江超，你仔细想想，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你每次酒醒之后都这么跟我说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他们都说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8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道歉。对不起。但你不要再道德绑架了。这8年我想得很清楚，你昏迷前，口口声声说我跟建光是奸夫淫妇。但那时候我跟他根本都不算认识，要不是他拦着你，今天躺在这儿的可能会是我吧。这8年，我该还你的，我还够了。别太激动了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你写在手机上来。你要报警？他醒了，他要报警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小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份责任你已经背负了8年，你也忐忑了8年。今天终于可以放下了。记得8年前我们还是邻居的时候，就总能听到李江超因为事业不顺，喝多了拿你出气。其实那件事情也不能怪你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所以才冲进去。要不是那样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你也是为了保护我。他那天喝得烂醉，早就没有理智了。他不光怀疑咱们2个，他还动手打你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要是再不拦着他，他就要把你打死了。我才随手拿了一个花盆砸了他，本来以为只是晕倒了，可谁成想这一躺就是8年。
是啊，一转眼都8年了。我们俩也因为这件事情越来越熟悉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这8年你吃了太多苦了。是7床患者的生命。好，让他们今天一定要来一趟。护士长，哎，你今天不休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放心就来看看。肖医生，你真是爱岗敬业的模范。小光不是今天出院吗？走了吗？还没呢，正在里面生闷气儿呢。他怎么了？白医生本来是说今天办了手续之后就带他去游乐场的，可是突然来了个严重烧伤的患者，白医生就去接诊了。你别说是去游乐场了，估计出院手续也得等明天了。行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这小嘴撅的，都能挂个油瓶了。我爸说话不算数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他了。那他也不能把患者拒之门外，对吧？可是这么多医生，就他一个人忙吗？徐叔叔都说了，地球离了他还不转。说明你爸呀医术精湛，你应该骄傲才对啊。哼，小阿姨，你别替我老爸说好话了。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他了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那这次去不成，下次再去呗。肖阿姨，你是不知道我老爸这个人，他就是个控制狂。除了上学，他才不会让我出去玩。我都好久没去过游乐场了，要不是因为我生病了，他才不会答应我。这回去不成了，以后更没戏。你爸呢？他肯定也是为了你好，他也是担心你的病情啊。你想想，游乐场有那么多人，有些娱乐设施还有危险性呢，万一你磕着碰着流血了怎么办？可是我如果心情不好，一样会影响病情啊。他就是自以为是，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。哎，小阿姨，要不你带我去吧？我可不行。
夏阿姨，求你了，我都好久没去过游乐场了。你爸是不会答应的。没事，不告诉我老爸不就行了？求你了，肖阿姨，求你了，好久都没去过游乐场了。想玩什么？我要想玩碰碰车。碰不上。走。行，就这样吧。白老师，肖医生让我跟你说，他带小光去游乐场了，让你别担心。去游乐场啊？谁同意他这么做了？肖医生找过你，可以你在接诊的。那下次还去玩好不好？啊，我还想玩那个魔镜轮。可以。小光，老爸，你怎么样？哎，别检查了，我没事儿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你跑出去玩。老爸，我们今天玩可开心了。白医生，还有你，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，你私下把一个生病的孩子带出去，严重威胁他生命安全，在国外这属于犯法了吧？对不起。不是老爸，不怪肖阿姨的事儿，是我自己求肖阿姨带我出的。白继光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别想着去游乐场玩了。老爸，走。白医生，小光，你先进去等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老爸聊一聊。哦，那你俩别吵架。快进去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鞋带，鞋带。哦。白医生，你知道小光私底下怎么称呼你吗？专横、控制狂。我们两个无话不谈，这些话他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。看来真的是无话不谈。但我相信，你没把他的病情告诉他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，但是你不应该这样控制他，这样管着他。他应该有自己成长的空间。他是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。我知道他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，但他已经8岁了，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。他也有权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过快乐的童年生活。如果一点都不高兴，一点都不快乐，活在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怎么就不开心了？怎么就不快乐了？真有意思。老爸，今天下午肖阿姨都对你说什么了？我看你回来的时候都呆若木鸡了。这成语是这么用的吗？啊，你老爸我是鸡，那你是什么？小鸡啊？不管肖阿姨说什么，说的肯定很有道理，不然你也不会呆若木鸡。行了，快吃你的饭，别刚学会一个成语就翻来覆去的用。对了，老爸，
我还得跟你说说，今天下午你真的错怪肖阿姨了，真的是我求了肖阿姨好久，她才同意带我去的。她是说当时想找你商量商量，可是你当时不是在接诊吗？我在深山老林里接诊吗？找我商量一下有多难？陈志叔叔本来是想找你去商量商量的，可是肖阿姨说你接诊的时候不喜欢被别人打扰，所以就没去。挺了解我。瞅把你给高兴的。谁高兴了啊？你赶紧吃饭。别看了，快吃。喂，肖医生，我还是想说，小光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，他是一名患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，哪怕是一次很微小的受伤，都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今儿没和我商量就把他给带出去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这件事，我确实考虑的不太周全，我跟你道歉。哦，态度还不错，你记住了啊，下次千万不能这样。所以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？